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每年定期接种的流感疫苗，其中有哪3件事是你可能并不了解的。想象每到秋冬时节，医院诊所里大排长龙，人们纷纷挽起袖子打流感预防针。有些人或许心想，流感不就是重一点的感冒吗？每年打疫苗真的有必要吗？也有人疑惑，为什么流感疫苗要每年打？去年的疫苗不是应该还有效吗？今天我们就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带你深入探讨年年都要施打的流感疫苗背后有哪3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揭晓。首先，第一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是，流感病毒其实非常狡猾，年年变装，再强的免疫力也追着它不停重新来过。别以为流感只是比较严重的感冒，其实流行性感冒和一般感冒是2回事。引起一般感冒的病原体有上百种，多是鼻病毒、冠状病毒等，通常只会让你轻微不适，几天内自行痊愈，很少造成严重后果。但流感则完全不同，它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症状来得又快又猛烈，高烧、剧烈头痛、全身酸痛疲惫，有时咳嗽剧烈，甚至引发肺炎等并发症。更可怕的是，流感严重时能夺走人的性命。历史上著名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肆虐全球，短短几个月内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全球死亡人数远超过一战期间阵亡的人数，至今仍是人类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由此可见，流感绝非小感冒，而是足以引发世界级灾难的可怕病毒。西班牙流感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伤亡，当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疫苗。人类在那场浩劫中痛定思痛，科学家们开始全力研究如何预防流感。幸运的是，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首次分离出流感病毒，找到了这个隐形杀手。到了2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人员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支流感疫苗，先在军队中试用，战后很快推广到一般民众。最早的流感疫苗诞生于70多年前，这是人类对抗流感的一大里程碑。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流感病毒狡猾多变，并不是打一次疫苗就能一劳永逸。为什么呢？因为流感病毒有个本事，就是不断突变。科学家称这种特性为抗原漂移，意思是流感病毒表面的蛋白质结构，就像它的外衣，会持续发生小变化。也就是说，今年流行的病毒株和去年的长相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你的免疫系统或许刚认识了去年的病毒，产生了对付它的抗体，但是到了今年冬天，病毒换了一件马甲再度来袭，免疫系统可能就认不出这个老对手了。结果就是，如果我们还靠去年的疫苗和抗体，今年可能再次中招。这也正是为什么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更新、每年接种的原因。病毒年年变，我们的防毒程式也得跟着年年升级。流感病毒变异的速度有多快呢？几乎可以说是疾病界的变形虫。以流感病毒中的 A 型病毒为例，它不仅会在原有株系上渐渐突变，有时甚至会发生更剧烈的变异。几种不同的流感病毒在宿主体内重新洗牌基因，组合出一个全新的毒株。这种情况称为抗原大转变。抗原大转变通常发生在动物身上，例如猪或野鸟体内，再传染给人类，往往引发大流行。历史上的大型流感疫情往往就是这样来势汹汹。1957年爆发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都属于新的病毒亚型突然出现，在人群中快速传播，造成全球性的流行病。而2009年席卷全球的所谓猪流感，其实是新的 H1N1 流感病毒。那年许多年轻人也不幸染病，所幸当代医疗进步，全球合作迅速制造新疫苗，才将其严重程度控制在西班牙大流感之下。即使如此，2009年新流感仍造成上万人丧生，再次敲响了警钟。由此我们了解到，流感病毒犹如一个千变万化的魔王，每隔一段时间就可能换张面孔，卷土重来。面对这样的敌人，人类绝不敢掉以轻心，也无法侥幸地说打过一次疫苗就够了。每年接种最新的流感疫苗，就是为了让免疫系统随时认得出病毒最新的伪装，保护我们不被击倒。
接下来，第二件不为人知的事是，每年一剂小小的流感疫苗，背后其实是一场全球协作的时间竞赛。大家或许不知道，你我手臂上一针几毫升的流感疫苗，研发制造过程极其繁复，凝聚了全球科学家的心血。由于流感病毒不断变异，科学家们每年都必须预测下一季可能流行的病毒株。这可不像天气预报那么简单，而更像是一场情报战。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全球设有流感实验室和监测站，每天都在收集各地的流感病毒样本，监视病毒的动向。一年到头，来自各国的实验室就像在追踪一个逃犯，不停分析比对病毒的基因，观察哪种新变种开始增多。等到了每年初， WHO 就会召集来自全球的病毒学专家开会研判，通常是在2月底讨论北半球下半年流感季的疫苗组合，而南半球的流感季在我们夏季则会在9月左右决定南半球的疫苗株。这些专家们要根据最新数据，从众多流感病毒家族中挑选出最有可能流行的几个毒株，作为当年度疫苗的目标。通常现代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是4价配方，也就是同时对付4种流感病毒，包含2株 A 型流感，目前通常是 H1N1 和 H3N2 各1株，以及2株 B 型流感病毒。没错，一剂流感疫苗其实包含了4种病毒的情报，让你的免疫系统同时学会辨识多个敌人。之所以需要包含 B 型病毒，是因为除了来势汹汹的 A 型流感外， B 型流感也会在人类中流行。虽然 B 型病毒只感染人类，变异速度较慢，但仍可能造成儿童等族群重症。科学家们权衡各种数据后决定疫苗配方，例如今年要不要替换掉某株病毒，如果某个新毒株冒起，就得把去年的老株踢掉，换上新面孔。这种讨论可不容易，既不能漏掉真正会流行的病毒，也不能错选了一些罕见株，否则疫苗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可以说，每年的流感疫苗组合都凝聚了专家们对未来的最佳预判。确定配方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制造数亿剂疫苗与病毒赛跑。由于流感疫苗大多需要在流感季节前就接种完毕，留给制造的时间其实相当紧迫。你或许想象不到，今天你所接种的流感疫苗很可能是在半年前就开始生产的。传统的流感疫苗生产方式是将选定的病毒株接种到受精鸡蛋中培养增殖，没错，就是一颗颗平凡的鸡蛋。实验室会把病毒注入鸡蛋胚胎里，让病毒在蛋里头繁殖。几天之后，再把蛋液抽出，经过一连串纯化、灭活处理，得到大量失去活性的病毒颗粒，制成疫苗所需的抗原物质。现代工厂这样的鸡蛋要用上数以亿计，因此每年初配方一决定，全球各大药厂就马上订购鸡蛋，开动产线，如同进入战时状态，日以继夜的养病毒，制造疫苗。试想无数鸡蛋整齐排列在恒温培养架上的景象，人们竟是靠着鸡妈妈的力量来对抗可怕的流感病毒，着实令人惊奇。随着科技进步，近年也出现了细胞培养和重组蛋白等新技术疫苗，不再依赖鸡蛋，产能和速度有所提升。甚至现在还有厂商研发 mRNA 技术的流感疫苗，希望像对付新冠病毒那样更快速地制造出疫苗。然而不管使用何种技术，都免不了需要一段生产和检测时间。因此每年疫苗配方敲定后，一般还要经过约半年，疫苗才能大量上市供民众接种。这也是为什么医生总建议大家在流感季开始前尽早接种疫苗，因为提前打才能让身体有足够时间产生保护力。接种后不是马上就有效果，通常还需要2周左右，你体内的抗体才能增至足以对抗流感病毒的水平。在这之前，你还是可能染病的，时间就是关键。当然，如此紧凑的研发生产，有时也会发生意外。最担心的莫过于病毒跑得比科学家还快。曾经就有某些年份，到了流感季节时，社区中流行的病毒和疫苗里选的预测株有点对不上号。病毒在这几个月中自己突变出了新花样，导致疫苗保护力下降。举个例子，在某些年头， H3N2 亚型流感病毒就曾经在 WHO 专家选定后又发生变异，
结果当年的疫苗对它的预防效果打了折扣。科学家们为此既懊恼又无奈，谁叫病毒不按牌理出牌，变异超出预期呢？不过话说回来，就算遇上疫苗株与流行株不完全匹配，接种疫苗仍然有相当价值，因为疫苗诱发的抗体往往对相近的病毒仍有部分交叉保护力，可以减轻感染后的症状严重度。所以千万别因为某年听说今年流感疫苗配错了就拒打，事实上有打总比没打好。另一种小插曲则来自生产过程。前面提到，大部分疫苗用鸡蛋培养病毒，但有些病毒株在鸡蛋中培养时也会产生突变，使制造出的疫苗病毒跟原本设计的不完全一样，可能影响保护效果。这种情况以前在 H3N2 病毒的弹株上发生过，所幸科学家也在研发改进中，例如以细胞培养方式来避免鸡蛋适应性突变。总之，每年的流感疫苗从预测、生产到交到你手中，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浩大工程，也是一场人类智慧与病毒演化速度的较量。当我们安心地打上一针时，其实该想到，这小小一针凝聚的是全球无数专家和生产人员半年的努力啊！最后，来谈谈第三件你应该知道的事：流感疫苗的真正价值远比你想象的更重要，也有不少迷思需要澄清。每年还是有许多人对流感疫苗存有误解，导致该打的不打，白白错失了保护自己的机会。首先，最大的迷思莫过于流感疫苗会不会让我得流感？有的人打完流感疫苗后，过几天正巧生病，就以为是疫苗害他染上流感，因而对疫苗心生恐惧。事实上，流感疫苗绝对不会让你得流感。为什么能这么笃定呢？因为注射用的流感疫苗都是经过灭活处理的死病毒或是病毒的一部分，里面根本没有活的完整病毒可以在你体内复制，所以不可能引起真正的流感感染。极少数人接种后会有一些不适反应，例如手臂酸痛、肌肉酸痛或轻微发烧，那是人体免疫系统被疫苗激发后正常的反应，不是你被病毒感染了，而是在演练对抗病毒呢。还有人可能刚好在打疫苗前后碰上其他呼吸道病毒，例如一般感冒或新冠病毒，正巧在这时间生病，误以为是疫苗所致，其实只是巧合罢了。所以请放心，流感疫苗不会让你患流感，反而能帮助你避免真正患上流感时的痛苦。第二个常见误解是，我年年打疫苗，会不会把自己免疫力打坏？有些人以讹传讹，说什么每年打流感疫苗会让身体变懒惰，以后不会自己对抗病毒。这种说法没有科学根据，相反地，定期接种疫苗能让你的免疫系统定期更新资料库，认识新的病毒敌人，一旦真遇上流感病毒入侵时，便能迅速反应。其实流感疫苗并不会干扰你对其他疾病的免疫力，就像每年更新电脑防毒软体，不会削弱电脑本身的运作能力，只会让防护更完善。同样道理，每年打流感疫苗只是给免疫系统补上一堂课，不会耗损你的免疫功能。至于有人期待疫苗打多了，保护力能不能一直累积增强，这倒未必见得。毕竟病毒年年都在变，每年的疫苗针对的目标都不太一样。你可以想象成每年都在对付新的敌人，去年打过的那支对今年的新敌人帮助有限，所以还是按年打最可靠。当然，有一点可以明确，没有证据显示连续多年接种流感疫苗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因此该打就放心去打吧。第三个迷思，我身强体壮，从不生病，不需要打流感疫苗。很多年轻人觉得流感只会找抵抗力弱的麻烦，自己平时很少生病，应该扛得住，不愿意接种。但这其实是一种赌注，而且输了可能付出巨大代价。没错，流感重症与死亡确实多发生在老年人、幼儿、孕妇或有慢性病的人身上，这些高危险族群是最优先该接种的。但是健康的壮年人也不是刀枪不入，一方面年轻人虽较少重症，但并非没有。流感造成的高烧、虚脱也会让你痛苦倒床好几天，甚至可能并发肺炎、脑炎等严重问题。尤其1918年那场大流感，反而夺走了大量20-30岁青壮年的生命，就是因为他们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发所谓细胞激素风暴，结果造成剧烈发炎而丧命。谁也不能保证自己遇不到这种倒霉事。另一方面，
就算你真的是个百毒不侵的超人，不为自己想，也应该为了保护身旁脆弱的人而接种疫苗。你可能不怕流感，但万一不慎感染后，传染给家中的婴儿或年迈长者，他们可能就没有你那么好的运气了。流感病毒传染性极强，你在发病前一天就开始具传染力，打喷嚏咳嗽更是病毒满天飞。接种疫苗能大幅降低你感染的几率，也就间接降低了你将病毒传给家人朋友的风险。特别是一些不能打疫苗的人，例如不足6个月的婴儿，他们太小打不了流感疫苗，只能仰赖身边的人都不生病，才能间接受到保护。所以年年接种流感疫苗，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你爱的人，不让自己成为传播链的一环。这就是群体免疫的概念。当大部分人都具备免疫力时，病毒就比较难大规模传播，社区中的易感者也比较安全。流感疫苗虽然不像新冠疫苗那样讨论度高，却默默的在守护我们社会的健康。最后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流感疫苗的保护力只有6-7成，不能100%防病，打了意义大吗？的确，流感疫苗的效果不像有些疫苗那样接近100%，例如麻疹疫苗保护力高达99%以上。流感疫苗的效力每年略有差异，平均来说，对一般健康成人可提供约7至9成的保护力，对年长者等则可能只有5成上下的保护效果，这是指预防感染发病的几率。但请注意，疫苗不能防止所有感染，不代表没有价值。即使疫苗无法让你刀枪不入，它依然大幅减少了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有统计显示，老年人即便在接种后还是不幸得了流感，疫苗也能使他们罹患严重并发症或死亡的几率减少大约5成。换句话说，打了疫苗就算中标，通常病情也比较轻微，恢复得更快。再者，流感疫苗每年仍可在全球范围内挽救无数生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近年的估计，季节性流感每年在全球可造成数百万人重症，数十万人死亡。透过广泛的疫苗接种，已经预防了很多潜在的死亡病例。如果大家都不打疫苗，让病毒任意传播，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或许很少听闻有人因打了流感疫苗而免于一死的故事，因为当悲剧没有发生时，人们往往无从感知。但那些没有上新闻的平安，其实就是疫苗默默创造的奇迹。试想，每年流感季，我们之所以没有陷入如同电影流感那样的恐慌，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现代医学提供的疫苗防护。正因为有相当比例的人接种疫苗，病毒的传播和伤害才被大大压制住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总结一下这3件关于流感疫苗的重要事。第一，流感病毒狡诈多变，去年得过流感或打过疫苗，并不代表今年高枕无忧，必须每年更新免疫防护。第二，每年流感疫苗的诞生其实是全球专家与时间赛跑的成果。你手中的小小疫苗蕴含了庞大的科学工程与预测实力。第三，流感疫苗的价值不可小觑，它不但安全不会让人染病，还能保护你和周遭的人免受流感重击。就算不能100%防住病毒，也能大幅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年年打的流感疫苗看似平平无奇，其实承载着对抗大自然中最狡猾病毒之一的艰辛奋斗，每一针都是在与死神拔河。或许有人会问，未来有没有可能摆脱每年打针的麻烦，一劳永逸对付所有流感病毒呢？科学家们的确正在为普遍流感疫苗而努力，目标是研发出一种疫苗，能针对病毒较不变异的核心部分，使人体获得对各种流感的长期保护。如果成功的话，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不必年年挨一针，不管病毒怎么变都能应对自如。听起来很美好吧？但是截至目前，这个目标仍未达成。流感病毒实在太会变了，要找到它的致命弱点殊非易事。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得老老实实每年更新武器库。回顾人类与流感的斗争史，我们已经从100多年前任由病毒肆虐，走到今日能靠疫苗守住大部分阵地，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进步。流感病毒虽然狡猾，但是人类更聪明。每年的流感疫苗就是我们秉持科学智慧给全人类上的一层保护盾。现在
你对这年年都要打的流感疫苗是否有了全新的认识呢？希望今年打疫苗时，你会想起这些你曾经不知道的事，对眼前这一小针心怀感激与踏实，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就从定期接种流感疫苗开始吧。